在过去的75年里，北约一直是欧洲的安全保护伞，而这把伞的主撑者始终是美国。可现在特朗普一开口，整个欧洲都慌了，他公然宣称美国该退出北约了，这玩意儿早没用了。尤其是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爆发激烈分歧后，欧洲领导人彻底睡不着觉。德国新总理甚至直言，我们得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北约迟早要散伙。一个值万亿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北约，欧洲靠自己能挡住俄罗斯吗？之前一次记者会上，特朗普问英国首相，没了美国，你们打得过俄罗斯吗？对方除了苦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话又说回来，英国、德国、法国加起来真的凑不出一支能独立对抗俄罗斯的强大军队吗？更关键的是，美国退出北约，自己就真的能全身而退吗？过去这么多年，美国靠着北约在全球搞军事行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哪次都有北约帮忙。要是没了北约，美国还能像以前那样说打就打吗？甚至美国在北极的战略布局全靠北约撑着，一旦北约散了，北极的控制权又该归谁？今天咱们就聊透这个全球最大军事同盟的生死局。它要是倒了，整个世界格局是否都得重写？还是说会回到二战后的混乱状态？在聊北约之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北约是怎么来的，又为啥这么依赖美国。二战后欧洲元气大伤，苏联却在东欧步步扩张，眼看就要吞了欧洲。1949年4月，为了挡住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北约正式成立。核心规则就一条，任何成员国被攻击，全体成员国一起反击。而美国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头羊，又是出军力，又是给核保护，还砸钱支援。冷战期间，北约的作用越来越关键。美国为了防苏联，直接在西德、意大利、英国建了永久军事基地。可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各国开始躺平，纷纷削减军费，全靠美国的保护过日子。1991年苏联解体，很多人觉得北约没用了，可北约不但没散，反而开始东扩。那些以前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怕俄罗斯再找上门，一个个都想加入北约。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一下子逼近俄罗斯边境。到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也加入北约，直接怼到了俄罗斯家门口。这可把俄罗斯惹火了。要知道，西方当年承诺过冷战后不扩大北约，现在却言而无信。2008年，北约还承诺未来会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下俄罗斯彻底忍不了，明确告诉北约，再东扩就不客气。随后2014年，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北约立马在东欧部署大量军队和导弹系统，而这背后全是美国在出钱出武器。奥巴马时期，美国还试着温和扩军，虽然加强了北约在东欧的军力，却跟俄罗斯承诺不吸收乌克兰。可2021年拜登上台后，画风突变，美国公开力挺乌克兰，动辄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往乌克兰送。2022年，芬兰、瑞典也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看着北约步步紧逼，终于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北约的角色，它不再是防御同盟，而是直接给乌克兰送武器送钱，成了这场冲突的幕后推手。可就算北约现在看着强大，骨子里却全靠美国撑着。2023年，北约总防务预算里 70% 都来自美国，美国是这个同盟绝对的金主爸爸。早从冷战后，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大国就开始砍军费，觉得有美国在，不用自己操心。现在美国不只是出钱，在欧洲还有实实在在的军力部署。2023年数据显示，美国在北约成员国境内有10万驻军，在德国、意大利、波兰、英国都有永久军事基地。除此之外，美国还给北约国家送尖端武器，像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宙斯盾舰，这些都是欧洲国家防导弹攻击的保命装备。F-35、F-16、F-15 这些先进战机也全靠美国供应。更关键的是核保护。有专家说，美国现在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藏了100枚核弹头，这可是欧洲的核保护伞。另外，美国的间谍卫星、无人机还帮北约盯着敌人动向，拦截对方通讯。没了美国，北约的眼睛和拳头都得废一半。
在特朗普第2次当选总统前，他早就把北约骂了个遍，还指责欧洲国家不出钱不出力。他更是放狠话，要是欧洲不增加军费，美国就不保护他们了，说不定直接退出北约。要是美国真退了，北约 70% 的防务预算就没了着落，美国的核弹头、先进武器、10万驻军也会撤走，欧洲等于一下子没了靠山。2024年整个欧洲的防务开支加起来才4570亿美元，可按购买力评价算，俄罗斯的防务预算高达4616亿美元，这是头一回俄罗斯的军事投入超过了整个欧洲。更要命的是，俄罗斯军队指挥统一，语言一致，能拧成一股绳。可欧洲军队呢，散在28个国家，指挥体系不一样，连语言都不通，根本没法协同作战。要补上美国10万驻军的缺口，欧洲得大幅扩军，至少要新增50个旅，每个旅都得配坦克、装甲车、火炮，这可不是小数目。表面上欧洲有147万兵力，听着挺多，可这些人分属28个国家，各听各的国家指挥，连作战计划都不一样。美军10万人能指哪打哪，欧洲147万却像一盘散沙，真打起来根本不是对手。举个例子，要是俄罗斯打波罗的海国家，北约至少需要14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700门火炮才能打住。可就算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起来，也凑不出这么多装备。欧洲的军力早就不是纸面上那么强了，更别提核力量了。要是美国撤走那100枚核弹头，欧洲就没了核威慑。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新总理舒尔茨正琢磨着自己搞核能力，甚至想把法国的核弹头存到德国，建一个不依赖美国的欧洲核盾牌。可见核设施不是1天2天的事，短期内欧洲根本补不上这个缺口。要是欧洲想自己扛，就得建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可这需要好几年的投资，各国达成政治共识，还要改革指挥体系，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说完欧洲，再看美国，退出北约对他来说也不是甩包袱那么简单。75年来，北约一直是美国全球投送军力的跳板。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非洲搞军事行动的核心，土耳其的因切利克基地支撑的美军对叙利亚、伊拉克的空袭。要是没了北约，美国就没法用这些基地，以后想打仗，要么靠自己的海外基地，要么跟各国单独谈合作，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不一定谈得成。以前打阿富汗、伊拉克，英国、德国、法国会派几万士兵送武器，帮美国分担压力。要是没了北约，下次美国再打仗就得自己扛下所有，士兵钱装备都得自己出，负担会重很多。更关键的是北极，这可是美国的战略命门。要是特朗普时期北约变弱甚至散伙，美国在北极就危险了。现在北极越来越重要，冰层融化后会出现新航道，底下还藏着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稀有矿产。谁控制北极，谁就控制了未来的资源和贸易。目前靠北约美国，在北极还有加拿大、挪威、格陵兰、冰岛这些盟友撑着。可要是北约没了，这些国家不一定再跟美国一条心，美国的北极战略就得全推翻重来。而俄罗斯在北极早就布好了局，建了50多个军事基地，有40多艘破冰船组成的全球最大破冰舰队，核潜艇、轰炸机常年在北极巡逻。它的北方舰队就是专门为北极作战设计的。反观美国，在北极只有2艘破冰船，军事基地大多在阿拉斯加，根本没法跟俄罗斯抗衡。要是想保住北极，美国得砸大钱造破冰船，建基地、增派核潜艇，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说，美国退出北约看似是甩包袱，实则会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欧洲没了保护，可能被俄罗斯压制；美国丢了北约这个工具，全球影响力会下降；俄罗斯则能趁机扩大势力，改写全球格局。特朗普总说北约是美国的包袱，可事实是没了北约，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全球影响力都会缺胳膊少腿儿。而欧洲短期内根本没法替代美国军力分散，核能力不足，指挥不统一，真遇到事根本扛不住。要是北约真的散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垮台，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在
这个新时代的序幕其实已经拉开了。对美国来说，什么样的走狗才称得上是完美？首先，他最好出身政治世家，能不花什么力气就掌握一定权力。其次，他必须相信世界公民的理念，最好他的子女全都是美国国籍。第三，他身上必须有足够多的黑料。第四，他最好是个女性。如果一个领导人完美符合以上4点，那他就像一条自己带上项圈的好狗，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散发着乖顺和谄媚的气息，甚至你不骂他2句走狗，都是对他的不尊重。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仅在过去1年里，这位欧盟主席就发表了以下高论：欧盟应阻遏中国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特别是针对台湾。中国应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前。当今全球贸易体系最大集体问题的根源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正在把稀土贸易武器化，对欧美进行胁迫和勒索。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控制稀土原材料和下游产品市场的 80% 至 90%。 而以上这些逆天言论还只是冯德莱恩日常口嗨中比较温和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在第1任期内还经常就中国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权问题发表高论。每当涉及对华议题时，这位冯大妈可以说比森恩还森恩，比福克斯还福克斯。而在欧盟内部，他同样不受欢迎。匈牙利总统欧尔班公开怒斥他是美国走狗，是斗王盘子里的一盘菜。瑞士媒体《世界周刊》则评论他有毒且毫无政治才干，只有把他赶下台，欧盟才有未来。更抽象的是，今年7月冯大妈访华时被中方安排在大巴上，待遇堪称路边一条。德国网友却一边倒的叫好，说这老婆子配得上那样的待遇，就得这么治她。那么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女士究竟干了些什么，能让同胞、同事和竞争对手都对她如此厌恶？而她又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连续2次当选欧盟主席的呢？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原名乌尔苏拉·阿尔布雷希特，1958年10月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阿尔布雷希特是德国老牌政治世家，往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而乌尔苏拉的父亲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不仅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还是基民盟创始人之一，同时还在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中有官职。所以乌尔苏拉在比利时长大，并就读于欧洲学校。这是一所面向外交官和欧盟官员子女的多语种精英学校，专门培育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欧洲官员子女，是冷战后欧洲秩序重组的重要部分。13岁那年，随父亲调回德国，乌尔苏拉才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先后在哥根廷大学、明斯特大学和伦敦政治学院攻读经济学。然而有意思的地方来了，1980年22岁的他突然转入汉诺威医学院攻读医学专业，并在7年之后通过了德国国家考试，拿到了医学学位。一个好端端的经济学学生竟然突然转行学医了，这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协和董小姐事件。而再往下看，你会发现乌尔苏拉的人生轨迹简直就是顶配版董小姐。毕业后，乌尔苏拉在汉诺威医学院妇女诊所当了4年助理医师，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博士学位。1986年，乌尔苏拉与海科·冯德莱恩结婚。这个冯德莱恩也是德国老牌贵族，只不过他们更专注于做丝绸生意，在政治方面参与较少。而乌尔苏拉嫁给他后立即改随夫姓，并用了10年时间给他生了7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第3次怀孕后，冯德莱恩夫妇就搬到了美国，随后丈夫和所有孩子的国籍都改成了美国，这也是他日后最被欧洲人诟病的一点。除了给家人改国籍以外，冯德莱恩还干了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留美期间，她丈夫曾在斯坦福大学当教职人员，而全职生孩子的冯德莱恩回国后，竟把这段工作经历写进了自己履历里。2015年，斯坦福大学官方指认冯德莱恩简历造假，明确她既没有在斯坦福获得任何学分，也没有在学校工作过，属于纯纯的简历欺诈。但冯德莱恩脸皮超厚，他说他曾自愿在斯坦福大学医疗管理中心工作，期间与一名在校生合作完成一篇有关不孕症治疗的论文，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没有发表。可他不提论文还好，一提论文问题更大了。
德国媒体爆出他1990年发表的医学博士论文涉嫌剽窃，总计62页的正文里有27页有问题，其中抄袭内容超过 75% 的页数达5页。冯德莱恩拒不承认，还要求母校汉诺威医学院派专业且中立的调查人员调查此事。最后母校得出结论，论文确实存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问题，但不存在蓄意欺骗，所以决定保留其医学博士的头衔。怎么样，这个即视感是不是更强烈了？哦，对了，顺带说一句，这是2015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冯德莱恩已经是德国国防部部长了，他是如何爬到这个位置的呢？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董小姐事件吗？当时曾有网友评论到，董小姐的人生轨迹本来应该是在医院随便混几年，发几篇论文，拿几个奖，然后美美入职卫健委，多年后医院的同事们会惊讶地发现，董小姐已经成了他们的领导。这话放在中国可能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放在冯德莱恩身上一点毛病也没有。1998年生完7个葫芦娃的冯德莱恩终于回到他忠诚的德国，他加入了父亲创建的基民盟，然后于2003年当选为下萨克森州议会议员，同时出任该州社会事务、妇女、家庭事务和卫生部部长。2005年默克尔竞选时，冯德莱恩加入了其影子内阁团队，而莫大妈当选后，冯德莱恩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联邦家庭事务和青年部长。2009年，他又被提拔为德国联邦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2013年，德国国防部爆发了一系列丑闻，为了改善该部门的形象，默克尔把以亲民著称的冯德莱恩推了上去，她也因此成为德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部长。但实际上，冯德莱恩对军事根本一窍不通，日常工作基本全靠顾问，在北约会议中更是被英国人阴阳怪气为坐在老爷们中间的大明星。2019年，德国国防部接连爆出军工合同不合规交易及右翼军官伪装成难民恐袭等诸多丑闻，而作为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除了装死啥也不会。在德国媒体明镜再现的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冯德莱恩的国防部打分常年垫底，社民党前主席马尔·舒尔茨更是直呼其为默尔克麾下最差部长。可以说，在让德国人失望这件事上，冯大妈从不让人失望。当然了，要说冯德莱恩在德国10年一点政绩也没有，那也不对。其实他还是干了一些事的，比如增加托儿所数量，提高女性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占比，为同性婚姻大声疾呼等等。哦，对了，还有一条，降低移民准入壁垒。不过这一条可能莫大妈的功劳大一点，所以不能完全算在她头上。不难看出，这时的冯德莱恩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白左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美国民主党主推的进步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由此也可以侧面印证，冯大妈回到欧洲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因此，当冯德莱恩被提名为欧盟主席候选人并杀入决赛时，德国媒体的评价是，这个祸害终于抛下联邦国防部这个烂摊子，向上逃离了。你看谁说德国人没有幽默感的？向上逃离这个词儿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为啥这么菜的冯德莱恩会被提名为欧盟主席呢？这还得感谢一个人，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这次欧盟主席选举本来有2个热门候选人，一个是来自德国鸡舍盟的曼弗雷德·韦伯，一个是当时的欧委会副主席荷兰人弗朗斯·蒂曼默。但有趣的是，这2人都有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其中荷兰人蒂曼默的反对者主要来自东欧和意大利，因为这些国家不喜欢他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德国人韦伯的反对者主要来自法国，更准确点说就是马克龙本人。形势2018年，马克龙曾提出要改革欧盟的选举制度，但被韦伯给否了。马克龙就此记恨上了韦伯，说什么也不让他当这个欧盟主席。但与此同时，他又怕把德国得罪得太狠，影响到后面提名法国人拉加德为欧洲央行行长一事，就决定再推举一个德国人。选来选去，最终就选到了冯德莱恩。当时估计马克龙主要考虑2点，一是冯德莱恩和默克尔关系比较好，这样相当于卖了默克尔一个面子。另一方面，冯大妈是出了名的干啥啥不行，嘴炮第一名，这样正好可以削弱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方便他法兰西发挥更大主导作用。2019年7月16日，冯德莱恩以383对327票当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史上第1位该职位的女性。而当天 BBC 的报道也非常有意思，其标题是欧盟首位女总理，曾经的重金属朋克迷冯德莱恩。
这标题翻译一下就是但凡冯大妈有一点政绩，也不至于一点政绩也没有。而正文不到200字的内容里面，几乎有一半在介绍他的父亲，真就突出一个家世之外能力为零。而冯大妈上任后的表现也印证了马克龙的猜想，他确实是菜的没边儿。短短5年时间，他几乎把欧洲能得罪的国家全得罪了一个遍，在外交方面更是扮演了美国最忠诚的舔狗，整天除了阴阳中国就是抨击俄罗斯，空闲时间还要跪舔一下以色列，都快不够他忙活的了。或许是他的忠心和孝心感动了美国。2024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名他为北约秘书长，并向拜登做了推荐。然而当拜登征求欧洲意见时，却遭到了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坚决反对。当时有媒体说，舒尔茨是怕他过于反俄，把整个欧洲推进战场，但实际上舒尔茨只是基于一个德国政客的基本认知，布林肯可能懂北约，但他不懂冯大妈。如果真让他掌管北约，那北约迟早会变得和德国国防部一样抽象，届时别说打仗了，能凑齐一支像样的军队就算胜利。更抽象的是，冯德莱恩的无能和偏执反而成了他连任欧盟主席的最大助力。对法国而言，需要他这么一个欧盟破坏者来为法国创造更多外交空间。而对于匈牙利、希腊等国来说，欧盟和中国的关系越差，他们对中国的价值就越大，因此他们实际上也乐见冯大妈继续在台上搞事。至于美国更不必多说了，依照我们开头提出的标准，冯大妈简直是天生的美帝忠犬，无论拜登、董王或是未来的谁怎么拿捏，忠犬都只会回复4个字：主人英明。这大概就是国际政治的有趣之处。